我想先分享一个有关于我母亲的真实故事。我爸爸妈妈1991年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呢，爸爸那时候在教国画，爸爸的国画学生，这个学生的先生呢，他号称自己投资做得很好，其实他就是一个 full time 做 IT 的人。后来用了他3寸不烂之舌呢，说服了我妈妈投资了5万块钱，当然了，投资的钱就亏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母亲特别的焦虑，因为这些钱呢都是她跟父亲退休仅有的积蓄。这个人不但投资亏了钱，而且当时呢还收了我母亲一笔管理费用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执照可以替客户做投资，可能就是一个自己在家里头 part time 炒股的家伙。现在因为找不到人了，而当时也的确没有帮爸妈把关，所以现在想想呢，非常的 guilty。 在美国生活了超过了30年，我怎么看好的理财师呢？常常听到有人问说，我要不要找理财师？那怎么才是算好的理财师啊？我先讲一句会得罪人的话，理财师呢不是越年轻证照越多，或者是话术越好就一定可靠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我不推任何产品，也不替任何人背书，我只用我在这个行业几十年的经验跟你讲3个判断理财师好坏的关键原则。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我的频道会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分享如何在美国聪明生活、安心退休、圆满传承。我先讲第一个重点，时间真的非常重要。那现在很多人会说，他有很多的证照哦，他刚考到某某执照哦，看起来很专业啊，他人也很聪明啊。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说一句啊，证照呢，它只是一个入场券，它不是保证书。其实我们华人都很聪明的，很多理财相关的执照呢，你只要肯念书，几个月甚至几周，还有人几天就可以考下来了。可是很多实操的经验，案例书上是不会教你的。那这些是你亲身经历了，甚至于踩了坑才学会的判断力。一个好的理财师如果没有经历几次完整的市场循环，没有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考验呢，他其实呢是在用你的钱帮自己累积经验呢。我常说一句话，这种经验这种东西呢，不是钱买得到的，更不是你应该替他付学费的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认为比第一个还重要，那就是说这个人的人品。理财不是一次性的交易，而是一段可能长达10年、20年甚至一辈子的关系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讽刺但很真实的一个案例。台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婚姻关系辅导老师，电视上啊，在网络上他讲了很多大道理啊，教大家怎么样经营婚姻，怎么沟通，怎么忠诚于自己的配偶。最后呢，他自己外遇，而听说呢，外遇的对象呢是他自己的学员，然后当然他也离婚了。我不是说要批评这个人呢，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会讲道理跟实际上是否真心站在客户立场着想，这是2回事的。理财也是一样啊，如果一位理财师他整天只想着推产品，而收费也很高，从来没有整体的规划，从来也不站在客户的角度想问题的话，那他其实不是在帮你理财，他是在用你的钱呢过他的生活。我自己判断一个理财师呢，我会偷偷的观察一件事情，他自己的生活跟他的财务有没有好好的被规划。如果他自己的人生一团乱，那你真的要很小心了，不要把一辈子的钱交给他。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就是我姐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因为她去听了理财讲座，于是她就把退休金交给了一个声称呢是全职而且有经验的理财师。后来这个理财师把大部分的时间拿去做了直销了，结果姐姐的退休账户呢从20几万就跌到了2万5。我们当时还去找了律师，看看能不能采取一些法律行动，因为签约的时候说这个是投资，投资必定有风险，所以呢也告不了他。当然了，这个就是人品的问题了，你从事这个行业收了费用，而且呢要管理客户的资产，但是却跑去做了直销，把客户辛苦存下来的钱呢活生生的缩水到几乎没了。但是又怎么判断这个人人品如何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下一个重点。第3个挑选理财师的重点就是这个理财师他推产品给你，他自己有没有买。我讲的再直接一点，就是这个理财师他跟你说这个产品很好啊，很稳啊，很适合长期的规划，那你其实也可以问他，而且你完全有资格问一句，那你自己有没有买呢？嘴巴推荐跟真金白银放进去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了。如果一个理财师他推给客户的产品，他自己1毛钱都不碰，那你真的要问一问了，那这个风险为什么只留给你？这不是高尚不高尚的问题啊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你可以不要求你的理财师呢给你买一模一样的东西，那因为每个人的财务状况和需求不同，但是你至少要看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逻辑跟他的行为方式有没有一致。如果一个人他理论讲的天花乱坠，但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财务呢完全是另外一套标准的话，那你真的要小心了。我举个比较有趣的例子，就女孩子都爱美嘛，那每次呢去买保养品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注意一下店员的皮肤啊，他整个状态啊。如果说他们员工的皮肤很差，那整个人看起来很没有精神，我不会想要买这一家的产品，因为他们的员工就是自己最好的代言人了。如果说自己都不用自家的产品，或者说用了没有功效的话，那又如何能够说服客户他们的产品能让客户更美呢？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在美国有哪些不同的理财师啊，理财师又是怎么收费的呢？那第一种呢，就是按时间收费，或者按管理的资产收费，有点像
像律师或者是顾问，你来咨询1个小时多少钱？那好处是什么呢？相对呢比较中立，那不一定靠产品赚钱。可缺点是什么呢？费用通常不便宜，而且呢不管赚钱赔钱，他都要收这笔费用的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大概就是 1.5% 到 2%， 而且根据他推的产品，他另外还要再收佣金。不过这个佣金啊，一般不是客户支付，是他合作的平台公司支付理财师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佣金制的，你买产品，他拿佣金。好处呢是门槛低，很多人不用先付咨询费。那缺点当然也很明显啦，如果这个人没有道德底线，他很容易就只推对他好的产品，而且呢，他不会为你做全盘的计划，他只会推某一个产品。理财其实是从一个面看一个点的规划，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强推某个产品。所以如果只拥有1-2个业界执照说自己是理财师，其实是不具备资格的。最后呢，我想讲一个最重要但是也很容易被疏忽的观念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理财师，不管你的理财师好不好呢，你自己一定要做功课。我看过很多朋友，他没有理财师，自己做投资，买 ETF、房地产，设立退休金，退休的时候呢有800万以上的资产。那我也看过了很多人，他完全不懂就把钱全部交出来，最后连自己买了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常用一个比喻啊，就是钱呢，它就跟孩子一样，你不能指望别人来替你管教。好的理财师呢是帮你思考，帮你提醒风险，帮你避免走弯路，但是它不能取代你做决定。最后呢，我帮你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个，经验比证照更重要。第二个，人品比话术重要。第三个，问理财师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，他自己买了没有？如果你看完这个影片，开始重新思考你现在的理财安排，那这支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你身边正在找理财师的朋友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